我烧到39度，婆婆将我的药偷走，送给了她大儿媳，还将我锁在房间里。老公反过来怪我不懂事，我果断离婚，顺便收走了公司。后来他们穷困潦倒，跪在地上求我复婚，笑死！垃圾就该去垃圾桶里，好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阳了，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了她5天，她终于好了一些，我却撑不住倒了下，当天就烧到了39度，浑身疼到崩溃，嗓子也跟吞了刀片一样。我忍着不适去拿放在床头柜里的布洛芬和莲花清瘟，却怎么都找不到了。婆婆在客厅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很大，我喊了她好几声，她都听不见。我只好忍着疼痛和止不住的颤抖，挪到门口喊她：婆婆，我放下床头柜里的药你见到了吗？她闻言不耐地回头看我，立马尖声道：你出来做什么？赶紧滚回你的房间去！你都阳了，还想传染给我吗？你这坏女人安的什么心啊！我震惊地看着她，我照顾了她5天，都没害怕她传染给我，她竟然担心我传染给她。她跳起来，拿起消毒液，对着我就是一通喷，有些喷到了我的眼睛里。身体本来又冷又疼，我站不稳，摔在了地上。赶紧进去，不要再出来了！你现在浑身都是病毒。我揉着眼睛爬起来，他已经把我的房间门锁上了，还拿东西从外面堵住了，这是要把我彻底困在房间里。我求他把药给我，他在外面不耐烦地说：药我已经都给徐英红了，你一个年轻人，忍忍就好了。我缩在被窝里给老公打电话，说我阳了，要他给我送点药过来。老公听完就责怪我不懂事，我在公司忙得要死，你叫我回去给你送药，我要是也阳了怎么办？不就是感冒吗？撑撑就过去了，你忍着吧，别那么矫情。电话被挂断，我的心彻底冷了。婆婆在门外破口大骂：谁让你给我儿子打电话的？你除了会给他惹麻烦，还会什么？不就发个烧吗？还让我儿子给你送药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呢？别再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老实在里面待着，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而已，事情不少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徐英红是婆婆的大儿媳，在她阳了后，一个电话都没打过，连句关心都没有，只有我忙前忙后的伺候她，却还是比不上她的大儿媳。我算是看透这家人了，冷血、自私，用得着我时，我就是他的好儿媳；用不着我了，就让我自生自灭。他们简直就是恶魔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会烧死的。我给我的闺蜜打了电话，她听完立马就开车过来给我送药。我婆婆在家里不肯给她开门，我直接报了警。说有人非法软禁我，警察过来看见堵在我房门口的桌子凳子，还有门把手上被系了无数道的布条子，当即就要把我婆婆带走。我婆婆躺在地上撒泼：你个恶毒的女人，竟然敢报警！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一身病毒出来传染给别人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回来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心想，不用你说，等我好了，这账咱再慢慢算。警察得知婆婆偷走了我的药，还把我关起来，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后，才放了她。警察走后，她扑过来想打我，被我和闺蜜合力赶出了门外。她尖叫怒骂：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怒意上涌，身体竟然涌出一股力气，指着他的鼻子道：你才要给我等着！张桂芬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他又扑过来，我用力甩了他一巴掌，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，滚出我的房子。
到底是年轻，闺蜜照顾了我3天，我就好了不少，只是还有些咳嗽，倒也不影响什么。这3天，张桂芬每天都来闹，她一来，我就喊保安把她扔出去。高振宇也打电话来骂我，被我反骂一顿后拉入黑名单。1个星期后，我彻底好了，先给闺蜜买了她喜欢的爱马仕新款，然后联系律师办理离婚手续。我将高振宇的电话拖了出来，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怒骂道：“敏苏，你疯了吧？你竟敢打我妈！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对，滚回来签字，我们离婚！真是给你们脸了。”高振宇顿了一下，小声说了句神经病，就挂掉了电话。没一会儿，张桂芬的电话就进来了，我直接挂断，没心情听她犬吠。我当初不顾父母反对，嫁给了高振宇，图的就是他老实，对我好。我想着，只要他对我好，哪怕他妈不讲理，我也能忍受。我2年来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，对婆婆孝顺，对哥嫂尊敬，节日红包和礼品从来没少过，以至于他们有些飘了，认为我好欺负。看来他们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敢对我大呼小叫，也不想想他们靠谁吃饭的。房子是我的，公司是我的，没有我，他们高家就是不吃不喝8辈子，也没有如今的生活。当年我喜欢高振宇，所以我愿意砸钱包装他，不过一个山沟里飞出来的山鸡，这时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。事实证明，山鸡永远变不成凤凰。我换上职业装，穿上许久没穿的高跟鞋，化好了精致全妆，带上律师和保镖，来到了公司。刚进门就碰到了高振宇的大哥高振华，他在公司里是一个部门领导，也就挂个名，只拿钱不干活的那种。这2年他小动作不断，我本来打算拿掉他的，高振宇和婆婆一起求情我才放过他，反正我也不缺这点钱。此时他看见我，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贱人，你还敢来？你他妈找揍是吧？竟然敢打我妈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”说着就要冲过来打我，被保镖轻易按在地上摩擦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轻声道：“我不仅打你妈，你全家我都不会放过。高振华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敏苏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总裁的亲哥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我这就人让振宇跟你离婚。”我冷冷看着他，忽地露出一个笑容。看来你们是真的忘记了，这到底是谁的公司？堵嘴，丢出去！保镖立马把他扔了出去。前台小姑娘很有眼色，立马过来帮我按了电梯。闵董，高总在12楼，秦秘书也在。秦秘书3个字，他说得很慢，我内心了然。好啊，你个高振宇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花着我的钱，还敢给我养小蜜了。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见秦秘书秦雪柔坐在高振宇的大腿上，正在用嘴巴喂他吃葡萄。看见我进来，高振宇一把把秦雪柔推倒在地上，他脸色煞白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径自走到办公椅坐下，示意律师将离婚协议给他。别废话了，签字吧。离婚。他的脸一僵，粗声粗气道：“老婆，你在闹什么？不就是没给你送药吗？你都打了我妈了，还不够吗？”呵呵，这就是张桂芬口中的大孝子，自己妈被打了，连句话都不敢说，真是惹人发笑。他要是真敢为张桂芬出气，我还能高看他一眼呢。懦弱又清高，简直恶心。高振宇，趁我还愿意给你脸，赶紧签字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高振宇还没说什么，听到消息的张桂芳就杀到了。他还没进门呢，就大声嚷嚷着：“儿子，
你赶紧跟他离婚！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，我要他吃不了兜着走！”他大步走进来，伸着短粗的手指指着我：“贱人，你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离开我儿子，我看谁敢要你儿子！快签字，跟他离婚！你这样的大老板，他早就配不上你了！”我听得一脸冷笑，高振宇则一脸尴尬。我将笔一扔，冷声道：“签，谁不签谁是狗！”张桂芬一听又气了，扑上来对我又抓又挠，被保镖按住：“你个贱货，还敢骂我儿子！”我冷哼一声，劈脸给了他一耳光：“老不死的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”张桂芬愣了一秒，坐在地上就是一通哭啊！反了天了你！你竟敢打自己婆婆！你会天打雷劈的！我一把将桌上的文件摔张桂芬一脸。我给你脸时，你是我婆婆；不给你脸，你连垃圾都算不上。再豪一句，我不仅打你，信不信我卸你儿子一条腿？保镖适时往前一站，张桂芬一噎，不敢说话了。高振宇也气了，他脸色铁青道：“敏苏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要不签字，我会更过分。”高振宇，你想试试吗？高振宇还是签字了。他临走前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后悔，敏苏，以后你跪着求我，我都不会跟你复婚了。”我都懒得理他。我喜欢他的时候，他是个人；不喜欢他的时候，他算老几？威胁我，他够格吗？前脚跟我离婚后，他后脚就跟秦雪柔在一起了。他们一家搬到了城中别墅，过得好不开心。张桂芬还特地拦住出门的我，恶心我。看到没？离开了你这种人，我儿子立马就能找到更年轻、更漂亮的。你这样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再也不会有人要你，你就慢慢后悔去吧。对了，你要是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我说不定愿意你去我家别墅做个保姆，让你混口饭吃。我看着他得意的嘴脸，冲他微微一笑：“你做梦呢，张桂芬，我本来还想再等几天的，你提醒了我，那就今天吧。”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继续缠着我炫耀：“我家雪柔现在都怀孕了，比你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你这种人又丑又恶毒，还敢跟我儿子离婚？离了我儿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我挥手让保镖把他扔出去，心想他有一句话说对了，就是主宾语用错了，离开了我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？当天我就叫人去了城中别墅，把里面他们的东西全部丢了出去。高振宇脸色通红，跟猴屁股一样：“你们凭什么扔我的东西？我要报警抓你们！”张桂芬更是撒泼打滚，尖叫着说：“谁再敢扔一样，我就一头撞死！我看谁敢动手！”我踩着高跟鞋走进别墅，掩住鼻子，不想闻到这里面穷酸的味道，继续丢。他想撞死，就让他撞好了。工作人员继续扔。高振宇冲上来，扬起巴掌想打我，手却迟迟不敢落下。他妈不知道真相，他清楚得很。儿子，打他，打死这个贱女人！我轻笑。现在你们只是赶你们离开我的别墅，碰我一下，你们要离开的就是这座城市。要试试看吗？高振宇握紧了拳头，尴尬地放下了手。敏苏，你非要弄这么难看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不喜欢有人住在我的房子里而已。滚吧！你胡说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家。张桂芬拦在门口，不让人往外继续丢他们的东西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把房产证给他看。你儿子的房子？你做梦呢！你儿子就是不吃不喝干一辈子，也买不起这里的一间厕所。别废话了，给你们5分钟，滚，不然我就报警。你们这叫私闯民宅，懂吗？高振宇拦在了继续骂人的张桂芬，
一家人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我换掉了大门的锁，省得他们再偷偷进来。这还没结束呢。第二天，高振宇被拦在公司楼下，他的卡已经作废，再也不能上楼了。他给我打电话，压抑着怒气问：敏苏，你搞什么？为什么我进不去公司了？我坐在新装修的办公室里，摆弄自己新做的美甲。以前为了讨好张桂芬，我好久都没做指甲了。现在想想，她那种人哪值得我讨好？哦，忘记告诉你，高振宇，你被开除了。他不可置信道：你说什么？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怎么能开除我？我当然能，你不过是我请来打工的人，我才是老板，想开除你就开除你。对了，作为补偿，我多给你1个月的工资，顺便提醒一句，别来惹我，不然你之前做过的事，就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了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以我所见，高振宇不会就这样结束的，就算他想结束，我也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他的。我这2年受的苦，我必须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我得让他们知道，我敏苏可不是好惹的。爸妈很快就知道了我离婚的消息。我在他们过来之前，主动给他们打了电话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，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能原谅我吗？我妈哽咽着说：傻子，父母哪有跟自己女儿生气的？我跟你爸也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那个高振宇，他若是真对你好，家里的产业以后不都是你们的吗？可惜他那一家人哪一个好相与？妈说的对，以前是我眼瞎，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和爸妈一起吃了顿饭，跟他们一起回家了。我爸绷着脸问我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笑着抱着他的胳膊，摇晃着撒娇：爸，不用啦，一群不入流的垃圾，我自己就能解决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。他哼了一声：不要感情用事，他们不值得。我明白的，我不会再对他们心软了。从张桂芬拿走我的药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从高振宇挂掉我的电话，对我恶语相向起，我就彻底清醒了。他们一家人不值得我的付出，我要慢慢玩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高振宇、张桂芬、高振华、徐英红一家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失去我给的工作，高振宇高不成低不就，许久都找不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。秦雪柔对他越来越不满，开始频繁跟他吵架。张桂芬把自己的儿子当皇帝养，谁敢跟他过不去，他能生撕了谁？于是，当秦雪柔骂了高振宇一句废物后，张桂芬扑上去跟秦雪柔扭打在一起。秦雪柔一怒之下，把张桂芬的脸都抓花了。张桂芬更加愤怒，一把推倒了秦雪柔。秦雪柔差点流产，只能去医院保胎。张桂芬一看这个儿媳妇也不能像伺候皇太后一样伺候她，又想撺掇高振宇离婚，可她又舍不得秦雪柔肚子里的孙子，天天憋得脸色发青。秦雪柔保胎需要一大笔钱，没了我，高振宇的私房钱很快就见底了。他没办法，只能找高振华借。可高振华有个厉害的老婆徐英红，1分钱都扣不出来。难为张桂芬，她竟然舔着老脸来找我。我特意晾了她1周，在秦雪柔交不起住院费被赶出来后，才屈尊降贵在公司楼下的西餐店见了他一面。他和高振宇一起来的，2个人到了店里，先点了一桌吃的。我到的时候，他们正吃得欢，打眼一扫，都是店里最贵的东西，希望他们一会儿付得起吧。我只要了1杯白水，连墨镜都没摘，示意他们有话就说。张桂芬嘴上沾着一块黑椒酱，耷拉个脸看我，我就直说了：你跟振宇离婚了，
这婚后财产得对半分。我饶有兴致地哦了一声，还知道婚后财产呢？看来高振宇没少给他科普啊。他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双手掐腰，理直气壮地要钱。首先，那套别墅你得给振宇，还有市中心的那套大平层，没错，就是那套有学区的，都划给振宇。你还得给振宇2000万，我们要现金，你现在立马就转过来。还有那公司，你得让振宇回去当老板，振华的工作也得还给他，工资就按之前的给就行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来，继续，让我看看你们是多么的不要脸。他一拍桌子，怒了，你就这么跟婆婆说话的？果然没教养。高振宇赶紧拦住他妈，眼神甚至都不敢看我。呵呵，看来他也知道什么是丢人啊。想起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又忍下了怒火，耷拉着老脸继续说，除了这2000万，你必须单独拿1000万给我，打到我的卡里。你毕竟是我儿子的前妻，赡养我是你必须做的。他从身上摸出2张银行卡，往桌上一放，敲了敲桌子，现在就转。我知道你们可以用手机转钱，快点转给我。我往后移了移，不然这张大脸真看不见。说完了吗？还有一些零碎的，我以后再跟你算账，先把这3000万转过来再说。我站了起来，你们睡眠真好，继续做你们的白日梦吧。我说完就走，高振宇却站起来拦住了我，神色带着恳求。要是以往，他这个表情我就心软了，此刻再看，只剩下恶心。老婆，乱喊什么？你老婆还在家等你呢。高先生，他脸色一白，换了称呼，敏苏，一夜夫妻百日恩。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啊！我妈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那些都是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不能一点都不给我呀。这样，那套平层我就不要了，你把公司还给我，再给我3000万就行，也算全了咱们夫妻2年的情谊。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他。高振宇，人可以没有自知之明，但是得要脸。夫妻共同财产，你说说，我的车子、房子、公司，你出过1毛钱吗？对了，你现在还开着我给你买的奔驰。高先生，今天就顺便还给我吧。他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塞进口袋，后退几步，捂得紧紧的，一脸防备地看着我。不行，这是我的车，我的钱买的，在我的名下，你哪来的脸说是自己的？他一脸惊慌，求助地看向张桂芬。张桂芬立马尖着嗓子说，那公司都是我儿子管的，本该就有他一份。没错，高振宇认同道，公司都是我在忙，你怎么说也该给我1半股份的。哈哈哈！有人哈哈大笑，几个看着20多岁的大男生从一旁的座位上站起，指着高振宇一通笑。卧槽，真是长见识了！原来现在打工人可以跟老板要股份吗？突然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办法。哎，就是，哪来那么大脸呢？人家给你工作，给你工资，你离职后又是要车要房，还他妈要股份，这已经不是不要脸了。你有脸吗？这位姐姐，对付这种人，直接报警多好。还有这位老大妈，前儿媳可没义务赡养你呀，张口就是1000万，你是狮子吗？那么大张口！高振宇一向要面子，被几个大男生说得面红耳赤，丢下张桂芬就逃了。张桂芬气得跟个癞蛤蟆似的，指着那几个男生尖叫道，你们真是太没有教养了，那么多人欺负我一个老人，没有爸妈教你们吗？为首的一个男生笑着说，我爸妈都教我，遇到你这么不要脸的人一定要离远点，不然很容易被碰瓷。不过我们有手机，都拍下来了，你别想碰瓷哦。张桂芬起了个倒仰，她想走，
却被服务员拦了下来，请你买单。我趁机溜走，躲在监控室里看笑话。张桂芬不肯买单，躺在地上撒泼，东西都是那个女人点的，你们找她要钱去。客人，请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们老板只点了一杯白开水，是免费的，牛排鹅肝都是你和你儿子点的，有监控，你需要看一下吗？他听说我是老板，又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斜眼看着服务员，我是你们老婆的婆婆，你们敢跟我要钱，还想不想干了？赶紧让开，我要出去。服务员早就听了我的吩咐，直接报了警。张桂芬点了6000多块钱的东西，死活不肯付钱，又砸了许多餐具，被警察带走了。听说在里面关了好几天，高振宇才把他赎出来。张桂芬和高振宇在西餐厅跟我要赔偿的视频被爆在了网上，他们成了过街老鼠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，气得张桂芬成天跟人骂架。结果她运气不好，碰上了一个硬茬，两人打了起来，张桂芬断了一条腿，住进了医院。因为是他先动的手，他要赔偿都没资格，人家反倒告他蓄意伤人，等他好了，估计还得赔人家钱。而高振宇得罪了我，实在是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工地搬砖，才干了半天就受不了了。他已经开始后悔了，连续几天到公司门口来堵我，可我已经带着爸妈去度假村休息了。我在泡温泉的间隙打了个电话回去，很快张桂芬他们租的房子突然涨了3倍租金，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付房租，当天就被赶了出去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暂时住在了高振华的房子里。张桂芬跟我住在一起，习惯了我的逆来顺受和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。此时跟强势的徐英红住在一起，哪哪都不舒服。我以前都是做好早餐喊他起来吃，现在徐英红早餐只做他们一家3口的，根本不管张桂芬吃不吃。她早饭吃不到，午饭和晚饭又只能吃剩饭，还要被徐英红骂老不死的。他敢骂徐英红，徐英红就敢打他。他住了1个多月就面黄肌瘦，腿伤没养好，反倒更严重了。他跟高振华哭诉，高振华转头告诉了徐英红，徐英红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：“你又不是皇太后，还指望谁伺候你呀？给你住就不错了，不想住就滚出去。”他跟高振宇哭诉，可高振宇自顾不暇，因为秦雪柔要生了，他们连住院的钱都没有，对待自己的老母亲也没了耐心。张桂芬在家里大哭，骂他们不孝顺，闹得家里不得安宁。徐英红一怒之下将他赶了出去。等我回去的时候，张桂芬已经在外面捡了1个月的垃圾。这天我刚从美容院出来，张桂芬就瘸着腿拦在了我面前，她一身恶臭，扑过来就想抱我大腿，我赶紧躲了过去。她跌倒在地，一声嚎哭卡在嗓子眼，发出了怪异的一声嘎。不等她说话，我就快步上了车，喷了她一身尾气，憋死你个老不死的。没过几天，我在公司门口被高振宇拦住了，他竟然一脸清高倨傲地跟我借钱，笑死！我以前是说过喜欢他清冷孤傲的样子，可惜现在已经跌入世俗堆里，沾染了满身铜锈的他，早已没了当初的风骨。敏苏，我们做了2年夫妻，现在就算不是夫妻了，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作为朋友，你可以借给我100万吗？好大的脸！我毫不犹豫道：“不可以，麻烦让让。”好狗不挡路，他再次拦住我，维持不住他的清傲范儿了。敏苏，你那么有钱，就借我100万怎么了？对你来说，100万只是9牛1毛，对我来说却是救命的钱。敏苏，
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的份上，你就给我100万吧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孩子吃奶粉都没钱了。哦，秦雪柔的孩子没奶粉吃，跟我敏苏有什么关系？看在曾经是夫妻的份上，我没对你赶尽杀绝，再继续拦我。高振宇，我让你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他脸庞微微扭曲，眸中射出一道怨毒的光，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朝我刺了过来。贱人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，把钱给我，不然……还没靠近我呢，就被保镖一脚踹飞了出去，肋骨断了2根。张桂芬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，扑在高振宇身上一通哭啊，愣是把高振宇的轻伤压成了重伤。他趴在地上大声哭喊着，那调子拖得长长的，又像唱歌又像哭丧。你好狠的心啊，你连你老公你都不管啊，你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啊，连100万都不给我们啊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，看看这个黑心肠的女人打自己的老公和婆婆呀，打伤了我们连医药费都不给呀，你这种黑心女人活该天打雷劈。我冷眼看着她闹了一会儿，转头对保安道，还愣着干嘛？报警啊，说他们扰乱公司秩序。张桂芬有前科，一听我们要报警，她害怕坐牢，当即就站起来拖着高振宇跑了。我以为他们会就此消停，没想到这家人真是黑心到了骨子里，竟然演了一场戏，逼我给他们钱。时间回到3天前，我被我妈喊到自家的酒店吃饭，到了才发现包厢里还有一个眼熟的男人，不就是我那个出国了10几年没回来的发小白浩吗？我爸妈和白浩爸妈很有撮合我和白浩的想法，一顿饭吃得有些尴尬，毕竟我刚离婚不到1年，暂时没心情开始第2段感情。长辈们以年龄大了要早睡为由，把我和白浩丢下，让我们自由活动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约白浩一起去外面散会步，顺便说清楚自己的想法。刚出酒店大门，我话没说出口呢，穿得破破烂烂、一身恶臭的张桂芳冲了出来。她一来就往我们面前的地上一躺，哭嚎了起来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是我儿媳妇，她身边的男人是她的情人，她抛夫弃子不顾家，还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啊！孩子在家，奶粉都吃不上啊！”她刚躺下，高振宇就抱着一个孩子出现了。高振华和徐英红也故意穿得破烂不堪，拦在了我的面前。很快，不知道哪家的记者开始拍摄，看来他们早就安排好了。高振宇，老婆，你怎么可以狠心，自己的孩子都不管？这就是你的情人吗？你为了他，连我们的家都不要了吗？酒店的保安立马冲了过来，问我要不要把他们这些人赶走。我摇头拒绝了，他们要找死，我得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徐英红一向泼辣，她冲向前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声音尖锐不堪：“敏苏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放着老公孩子在家，自己在外面逍遥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我理都不理他们，让保安帮我搬了一把椅子出来，我往上面一坐，翘起2郎腿看着他们：“行了，别演了，直接说多少钱。”说完又冲白浩道：“抱歉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他温和一笑：“没关系，我挺喜欢看热闹，这年头这么蠢的人不多见了呢。”徐英红一听就不乐意了：“你说谁蠢呢？”白浩施施然道：“说你们呢。高振宇先生和敏苏小姐早就已经离婚了，他抱的孩子是他与秦雪柔的孩子，你们不过是想要钱，还拐弯抹角的演这一场戏，不蠢吗？”我有些惊讶，他竟然都知道。他转头看我，温柔的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是我多言了。”我摆手示意没关系，
继续看着高家人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再演下去，我只会报警。你们想要的钱可就拿不到了。200万、500万。张桂芬和徐英红同时开口。徐英红瞪了张桂芬一眼，低声吼道：“你闭嘴！他钱多着呢，多要点怎么了？”张桂芬道：“那说好了，必须要给我100万养老。”徐英红一脸不愿意的样子，哼哼，还没到手的钱就能分赃不均，果然很蠢。我故意道：“这钱我只给一个人，你们自己说给谁吧。”他们愣了几秒，纷纷朝前扑。给我！放屁！给我才对，必须给我！这是我想的办法。她是我老婆，她的钱必须给我。然后他们就打了起来。被请来的记者也懵了，看看我又看看他们，一丝一丝地拍了几张照，就被我的律师请到里面去喝茶了。他们为了那不存在的500万打得不可开交，我好心给他们报了警，送他们去局子里喝茶去了。看来他们已经不适合再留在这个城市了。我开始着手准备，我将高振华和高振宇告上了法庭。他们在我公司这2年手脚可不干净，利用职务之便捞了不少油水，证据确凿。高振宇以非法侵占公司财物，且数额巨大，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。高振华的数额不大，被判了2年。同时，我提交了张桂芬用我的钱给高振华和徐英红买房子的证据。他们家现在唯一的房子也被收回了。徐英红在高振华坐牢前就跟他离了婚，带孩子跟别的男人跑了。秦雪柔见在高振宇身上捞不到油水了，也带着孩子消失了。张桂芬一个人带着她心心念念的大孙子，跪在地上哭得凄惨无比。小苏啊，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是你最好，你跟振宇复婚吧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反正你也生不出孩子，这孩子都有现成的了，不用你生了。只要你跟振宇复婚，以后我一定对你好，洗衣做饭都不用你了。小苏啊，你看你挑个时间，赶紧把振宇捞出来，你俩复婚吧。我这2天都没地方住，都是住在桥洞底下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你赶紧带我回家住吧，还住在之前的平层就好了，主卧让给你，我住次卧就好。说完，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像是肯定我会同意一样。我冲我笑了笑，在他说话前，从包里拿出2份资料丢给他。张桂芬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生不出孩子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儿子啊！他愣了，捏着那几张纸，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我好心跟他解释，你2个儿子都有不育症，精子活量为0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让女人受孕，明白了吗？他瞪大眼睛，喃喃道：“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都生了孩子啊！”我温柔地说：“生孩子的是徐英红和秦雪柔，跟你儿子可没关系。亲子鉴定我都给你们做好了，就在你手里呢，你慢慢看吧。反正你认识字。至于复婚，你想什么呢？连孩子都不能生的男人，白送我都不要。”我踩着高跟鞋走了，没多久就听见他的痛哭。后来他去了一趟监狱，看了看自己的儿子，就回老家去了，还是跟我借的车费，我好心给他了。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，山沟里才是属于他的生活。3年后，我跟白浩结婚了，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我们又有了更大的房子，把2边的父母都接来一起住，一大家子过得很幸福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门当户对的爱情不是绝对，可圈层不同就不能勉强在一起，高攀低就都不会幸福。我本可以当女王，何必勉强自己去当女佣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